各阐教仙顿时表情各异，那燃灯老道此刻已经是眉头紧皱，默然无语。慈航道人又问：那长庚你担任何职？天庭特使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与燃灯的目光相会，淡定地做了一个道揖，继续道：也就负责监察仙盟上下，凡事都要管一点罢了。燃灯副教主放心，您这位置轻松得很。燃灯缓缓点头。何时动身？燃灯盟主接此玉符。李长寿拿出一枚传信玉符，缓缓推到燃灯的手边。提前1个月，我会将地点通知盟主。燃灯接过玉符，对着李长寿挤了一个难看的笑容，转身飞走了。太乙真人对李长寿挑了挑眉：这个天庭特使真妙啊。侧旁的广成子与赤精子对视一眼，差点笑出了声。玉虚宫前，一朵白云载着数道身影缓缓飞出，赶赴太乙真人的乾元山。李长寿此次玉虚宫一行，除却差点被太乙真人用金砖砸，也算是圆满。坑了燃灯，得了阐教现阶段的支持，对广成子等仙人示好。就是特意跟上来的黄龙真人，刚刚离开昆仑山范围，就对几个人传声问：长庚，你为何非要让燃灯副教主做那盟主？贫道听旁人说，燃灯副教主与西方诸教似乎关联密切，这要是暗中给你使绊子，岂非……玉鼎真人含笑：长庚自有打算，师兄不必着急。这事贫道也不太明了。太乙真人双手揣在袖中，皱眉看着李长寿：贫道虽帮你逼出了燃灯，也知你自有打算，但思前想后，长庚师弟，你这不是给自己没事找事儿吗？灵珠子有点懵，搞不懂长辈们在说什么。李长寿缓声长叹：唉，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虚借燃灯破局，开始时我都不愿意让道门众师兄师姐插手此事，免得遭了劫。但事无完美，若我不借势道门高手，与西方博弈当真是捉襟见肘。玉鼎真人点头表示理解，太乙真人嘴边的笑容却带着些许玩味：捉襟见肘？嘿，信你个鬼！黄龙真人颇为纳闷：何来破局之说？这有些绕。本意是为了给西方教提供多几个选项，仙盟就是为了反西方教的香火神国，二者绝对敌对，不死不休。原本西方教的算计只有强攻这一个选项，如今我自己捧出燃灯，再请道门高手坐镇，稍后就会造势宣传吕岳师兄的毒功，给西方教施压，西方教自会权衡一二。只要诸事顺利，西方教大概率会选择不来硬的，改利用燃灯副教主与天庭来软的。李长寿话语一顿，指尖轻点，在面前划出了一条长河，解释道：一条河流，若下游河道越窄，其水流越是湍急，但若是从侧旁分流，另开河道，再在下游河流，原本河道承受的压力自会大减。黄龙真人仔细地想了一阵，笑道：还能这般算计，当真是开了眼界呀。西方教经营3000世界已经数万年了，不出奇怕是难取胜。此事自还有其他的几重考虑。燃灯副教主与我恩怨颇深，此时他正在修生养息，但若他日他对我发难，必是他占据主动，此次也可以让他站到台前来。若他真的跟西方交好，自会吸引来西方教的注意。真正的算计，李长寿并未说出口。这跟仙盟的定位有关，仙盟始终只是暂时用来吸引西方教注意，跟西方教博弈的棋子，真正的暗棋是白泽主持的临天殿。加入仙盟的这些势力，也是临天殿今后需要征服的对象。香火神国如恶虎，
其他闲散的仙道势力如群狼。现在李长寿做的就是要让虎狼相争，而后驱狼逐虎。最好的结果就是西方教在3000世界败退，仙盟被凌天殿整个吞并，到时仙盟盟主就是最大的背锅之人，所以自不可能让自己人去担此职。以上也不过是某个天庭普通权神的普通算计罢了。这几年李长寿一直与灵娥齐心安排此事，单单只是备用计划就做了9份。李长寿给出方案，灵娥审核几遍，觉得不稳妥之处就提出来，分工明确，效率颇高。他们左推右算，确定此计的最坏结果不过是天庭损失部分名望。李长寿就一咬牙一跺脚，有了这一次玉虚宫之行，请燃灯入局中。燃灯绝非是一语之辈，但是李长寿大手张开，已是将燃灯攥入掌中。若燃灯跳得太欢了，大不了就让赵大爷武力降服，而后归于西方教高手偷袭，阴差阳错将燃灯给做掉。陆压道人都能死，燃灯道人为何不能？这2个原本封神大劫之中坑道门小能手不提前摁掉，李长寿总是觉得自己办事不太稳妥，有负太清老师厚望，撕掉剧本方得破局。到了乾元山，太乙真人备好酒宴，3位仙人继续与李长寿闲聊有关仙盟香火神国之事。李长寿凡事都斟酌着回答，只要不暴露凌天殿的存在，其他的算计都可以如实相告。当太乙真人问起天庭还有哪个重要的人物参与此事，李长寿犹豫了一阵，对几个人传声道：一位将军，擎天柱，玉帝陛下的化身，这个事儿千万不要暴露出去，不然玉帝陛下又得再造个化身过去，也挺麻烦的。3位12金仙不由得面面相觑，各道会玩啊。李长寿笑道：嗨，不提这些糟心事了，此间各处都是算计，凡此种种都要去费心。对了，黄龙师兄，你最近有没有去龙族看看？龙族据说要做一个溯源大典，拜祭祖龙，想在大劫之中得一些庇护。他们给了我一张请柬，我还在想要不要过去。黄龙真人目中满是感慨，被轻松地带入了忆苦思甜的模式。半日后，黄龙真人告辞回麻姑洞修行，玉鼎真人赶回玉泉山教导杨戬。玉鼎真人离开前，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一枚玉符，笑道：师兄，这是一点8九玄功的修行心得，你看是否能够派上用场？玉鼎真人温和一笑，对李长寿点点头，并未多说什么。太乙真人纳闷：长哥，你莫非还修了这般肉身玄功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不否认也没承认。灵珠子要在乾元山金光洞住些时日，跟随亲师父太乙真人修行。李长寿特意叮嘱了灵珠子几句，让他不要太过偏重肉身修行，元神道才是根本。灵珠子自是满口答应了下来。李长寿临走，灵珠子又追了上来，小声道：师叔您记得跟小兔说一声，他还说过几日再来找我玩耍来着。善。李长寿甩了甩拂尘，可需要我对他多带几句话过去？灵珠子笑着摇摇头，与师父一同送李长寿离了金光洞，飞离此地大阵。远远的，李长寿还能感知到太乙真人那慢慢燃烧起来的八卦之火。小兔？谁啊？莫非是广寒宫的那只玉兔？徒弟，你跟他交好了？他颇为可爱，而且特别好玩。上次去过广寒宫后，小兔曾来水师府给师叔送点心，我当时正在跟人比斗，他就凑上来了。没想到他也是斗法的好手，腿功颇为厉害，踹我一脚都能给我踹出血印。太乙真人双眼一阵放光，一阵追问，灵珠子也就如实回答。乾元山大阵闭合，断了李长寿先时探查。李长寿专注驾云，心神归于旁处。
接下来又是忙碌的一年呐。3个月后，阐教副教主燃灯道人出任3000世界仙盟盟主之事，在洪荒各处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，要一同组建反西联盟的各方势力士气大振。但那些不知燃灯是自己人的西方教大部分圣人弟子却是如临大敌，局势顿时就变得微妙诡谲。原本泾渭分明的2条河流，如今是暗潮汹涌。这一日，李长寿坐在单房前的摇椅上，手中拿着一只蒲扇，轻轻地摇晃，找一点军师大人的感觉。笑看3界风云，俯仰先圣之间。就是灵娥端着托盘从侧旁路过，嘀咕着：最近怎么老是一根根的掉头发？小小年纪就背负了他不应该背负的压力。李长寿细细的思量，继续品味各处算计，又一心多用。指导人活跃在天庭地府，血色莲花之事，李长寿自不会忘却。只不过对方一直没有动静，他也不想妄动。现如今天地间的关注点都在于仙盟大会，也要提防有人趁乱搞事，或是用血海之事分散己方的注意力。大教博弈，当真不易呀！李长寿心底泛起了少许心血来潮，在地府中的指导人缓缓睁开双眼。这一具指导人正在一处低矮的木屋中，这是他这个不用做事的小判官平日里修行之地。一缕传声钻入了李长寿的心底：水神大人，是我谛听。李长寿当真是有些懵，不知道这个家伙突然找自己是为何事。谛听却继续传声：您当心啊，刚才那个挺狂的家伙来轮回塔找我家主人，自称是始凤之子金翅大鹏鸟，要重振凤族声威。您在心底凝成念想，咱自然就能听到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在心底问：你为何要通风报信啊？水神莫怪，我实在不愿我家主人再陷入大教之争的漩涡中。主人他都已经这样了，西方还要继续压榨他。他来找你家主人，所谓何事？来挑衅的。谛听也有些啼笑皆非。这家伙还带着西方教小圣人的一名弟子，那家伙在不断的拱火挑拨。这金翅大鹏鸟说什么我家主人做不到的事他去做，我家主人不敢管的事他来管，什么生有极速，3界逍遥，天地可去，无物可挡，然后就走了。这话又说回来，大师嫂的弟弟这么顶的吗？这得是少了多少3界的鞭打，才能养成这么狂傲的脾气啊！去见地藏都没有半点敬重，白瞎了地藏给西方教争的这么多气运。你家主人还好吧？差点没被气死。谛听叹了一口气，随后继续传声：这家伙说是要直接针对水神大人您还是要多加小心。李长寿沉思一阵，心底念头轻转，笑道：无妨，仙盟大会还有半年，他若挑事，我就与他较量一番。嘴上说着较量，心底却已经开始思考该如何破这急速，在本体不现身的前提下。孔宣此前就曾说，若金翅大鹏鸟跟他作对，便打杀了也无妨。这句话看似是无情，实则只是凤族的傲气以及孔宣做出的取舍。如今凤族气运薄弱，孔宣亲身守护人族部落，为的就是凤族的气运能够回暖，为凤族繁衍生息计。这金翅大鹏鸟却走上了不同的路，依附于西方教，目的却是提振凤族声威。鸟都没了要屁的威风啊！孔宣当日言语的意思就是金翅大鹏鸟若往死里作，不必顾及金翅大鹏鸟的跟脚，让他作到死。但是李长寿岂能做这般不稳之事？不为别的，
金翅大鹏鸟是孔宣的亲弟弟，李长寿就算是把他给打残了，也要留一条性命，以和为贵，以德服鸟嘛。然而李长寿这般念头刚落下，心底再次泛起了少许涟漪，却是敖乙在通过神念呼唤教主哥哥。这是有什么急事啊？此前跟敖乙约好了，若是有事就直接在水神府联系，若非急事不必神念交流。西方教开始发难了。李长寿不敢大意，立刻通过安水城的主神像构建梦境，将敖乙拉入其中。教主哥哥，敖乙疾步向前，顾不得行礼，立刻道：凤族金翅大鹏鸟刚刚在中神州的一处方阵现身，宣称要跟哥哥你一较高下。他还说明日午时要从南天门入天庭，一路去得广寒宫中，一亲横额方泽。这么憨的吗？李长寿很纳闷，此事当真？实不相瞒哥哥，我龙族虽不愿再与凤族掀起大战，但对凤族时刻关注。这消息是大长老刚告诉我的，自作不了假。金翅大鹏鸟的急速，恐怕只在当年那鲲鹏妖师之下。若他强冲天庭，当真难以阻拦。李长寿眉头轻皱，在自己的神像脚边来回踱步。这家伙搞这事图个什么？爽？李长寿突然意识到孔宣那一句生死无论是何意了。孔宣深知金翅大鹏鸟是什么鸟，这就提前表态了。敖乙问：教主哥哥，要不要我立刻请龙族高手去天庭布防？不急。这个家伙要是真的靠近广寒宫，估计不是被一斧子劈了，就是被恒娥养成美容鸟。无事无事。李长寿摆摆手，请龙族帮忙，在各地放出消息，务必确保这个家伙能够听到。就说天庭水神听闻此事，微微一笑，与木工讨论时言道：洪荒三界谁人不知，天庭唯有玉帝王母两尊神可称大能，从南天门到月宫，一路刚好避开凌霄宝殿、瑶池与兜率宫，但凡换作其他大能也能做到，不足称英雄。若是能不伤一人，从南天门冲到广寒宫大门前，那才是真正的急速。敖乙细细的品味，眼前一亮，笑道：教主哥哥，那家伙当真会上当吗？不知道，看他是不是真的狂了。先去吧，我去水神府等着，待消息传开了，陛下就要召我过去了。敖乙答应一声，两个人的神念抽离，各自忙碌。